温可行，得手了，在那里，受死！竟然还能跑！意外吗？我只是夹着一把钢刀，装装受伤的样子给你看罢了。你竟然还信了？我还头一次看见这么笨的凶手。倒不是他不行，是周兄眼力太好。哟，还穿着金丝软甲呢，怪不得周兄那一掌没把你打趴下。好东西，搁在你身上，浪费。此人竟长得如此鬼斧神工，真是该杀。周兄，你说是不是？你真太不是东西了。不敢不敢，承让承让。黄金软甲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在江湖中了，怎么会到这个人手里？他到底是谁？鬼灭纹身？好，我看看。难道真是吊死鬼？他为什么要杀于天劫？还有那另一个方向跑了的，难道也真是喜丧鬼本尊？鬼谷这个时候在赵家庄外狙杀正派名流，便是等于将张家的灭门案认下来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文兄不是自称离家下了江湖以后，不曾杀过一个人吗？怎么今日就这样痛快的破戒了？明明是他先要杀我的，若不是我聪明伶俐、临危不乱，刚才就被他用钢刀给剁成肉泥了。温好人，你先前不是一口咬定这祸事不是你惹来的吗？你看他腰上的鬼面娃娃，你再看外面挂着的那个年轻人，媳妇儿都没来得及娶就没了脑袋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是个坏人，还是特别坏的那种。坏人要杀好人，这要理由吗？我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这点道理竟然都不明白，怎么活到这么大了？真愁人啊！受教。不敢不敢，客气客气。有个锦囊。琉璃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5片琉璃甲之一。我本以为是江湖传言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哦，听说5片琉璃甲拼凑在一起，足以叫任何一个无名小卒从此称霸整个中原武林。有人说里面藏着绝世武功，有人说里面是一份地图，顺着找下去，便能得到人心里最梦寐以求的东西。是好东西啊，周兄，你可得收好。这可麻烦得很了。哎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温大善人，问你话呢。就你手快，宰了这货，叫我们学耗子钻洞出去吗？你不要那个吗？说是整个琉璃做的，那样精细的东西，倒也值些钱。眼下就剩这么个残片，顶什么用？当铺老板都不收。周兄戒心十足，不肯相信江湖传言吗？你就没什么梦寐以求的东西吗？李生大陆无人采摘，必苦。你都不要，我做什么要揣着这个麻烦？难道温善人就没有什么梦寐以求的东西吗？我若要了呢？哦，哎，再去那个洞口看看吧。
先前我才要出去，那洞口便射出了无数钢刀。那时那吊死鬼必然在附近，控制此处的机关也应该在附近才是。再找找吧。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猫耳 FM 英雄联盟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天涯客》第4集《琉璃甲》。找了这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机关，难道出口不在这里？七窍三秋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一天没有进食，体力撑不住了。难道真要去吃狗肉？周兄，你饿吗？要不，我们还是去把那怪兽烤了吃吧。要吃你去吃。我好像听到。主人，听得见吗？主人，你还会出气吗？你要是能出气，我就把你这坟头挖开；你要是已经见阎王去了，我就不打扰您安息啦。是故乡。是没听见，还是已经嗝屁了？主人，你不吱声，我可走了，我真走了。阿香。你知道多说话少做事的女孩子会是什么下场吗？哦，哎，快快快！主人说我多说话少做事呢，赶紧把它挖出来。啊，你这传音的功夫不错。哦，要不要我教你？只要你让我看看。你家的小美人儿，这不是少做事，是根本不做事啊。挖快点儿，快点！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哎，爬出来了，爬出来了！还有一个。小美人儿，大可不必如此叫唤。你可以闭嘴了。哦。主上，属下来迟。其实我们早看见主人你留的标记了，就是那边不知道为什么有2坨死人。邵家庄今天一天哭嚎骂街，惊天动地的，各路狗熊都到齐了，不方便过来找，只能等到晚上才过来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们听见了一只猫头鹰笑。啊？听见猫头鹰笑，就是有厄运要来，很可能要出人命。所以一定要躲到地底下，让索命小鬼以为你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才能避过一劫。哦，记住，以后说不定能救你一命。老妈，主上，劳工打扮不适合你，下回应该穿一身杀猪屠夫的衣服。是，遵命。去吧，不要这么多人聚在一起，省得让人以为咱们是聚众行凶的。是。恕周某见识短浅，竟不知一群挖坟的劳工，个个轻功了得，来去无踪，训练有素。周兄，我跟着你走吧。不必了，我是大善人，可以指导你如何积德行善。周兄，你反对也没用，我可以跟着你。那温兄请。
菜来了，客官慢用啊！多谢。哎，味道不错。哎呀，真是棋逢对手，连吃饭都觉得香啊！主人以前跟阿香吃饭不香，是因为阿香没有跟你抢着吃吗？我没跟他抢，是他非要抢。好好的一个饭桌，弄得剑拔弩张、刀光剑影。阿香，你不懂，和美人吃饭这叫情趣。主人，你怎么能确定人如果易容的话，一定要把自己易得难看呢？人不管美丑，五官天成，自然有种和谐韵律。只要做了手脚，无论如何也不是天衣无缝的。若是凭空变美，别人便会忍不住多看两眼，可不就看出破绽了吗？这人懂得到度。这易容术兼容并包，手段不一，有用颜料涂抹的，这种需要手法巧妙，还有往脸上糊人皮面具的，这种效果更好。若是易容之人手段高明，能有以假乱真的效果。哦，我看看。摸出了什么不曾？主人，我还是觉得他这个像是真的。他自然不是戴了人皮面具，那东西密不透风，若是久戴，必然有脱下来换气的时间。我尾随他那么久，就是为了看他是不是需要脱换人皮面具。主人，你为了求个明白，竟平白浪费了那么多和美人鬼混的时间。他若是美人儿，我就一时片刻也没浪费。我几时和你鬼混过？以前未曾，将来一定会的。我那日碰到你的肩膀，感觉和脸上的皮肤质感不一样。温胸自重。怎么他摸就行，我就不行？你若也长成他那模样，别说摸脸，我脱光了给你随便看都行。阿香，你可以滚了。主人要我滚到哪去啊？天大地大，除了洞庭，你愿意往哪里滚往哪里滚。除了洞庭。主人，你这莫非是在吃奴婢的醋？呸！叫你嘴贱，就你话多，就你非要说实话，就你非要……阿香，这就滚！主人放心，奴婢一定滚得远远的。世上3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2条腿的男人还少吗？奴婢成了双份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跟主人您抢男人。二位自便，千万不要客气。这位公子啊，我瞧你谈吐衣着也不俗，怎么也想着吃霸王餐呢？还笔墨回报，您八成是听说的听多了吧？不是，我是真的被人偷了钱。要不你先让我回去找师叔，我绝对不会赖账的。是个清秀美人嘛。你笑什么？我看他身着袍子用料讲究，腰间玉箫的成色也极好，不像是没钱的人。这种表面上不愿引人耳目，其实非常骚包的打扮，倒想起一个故人来。不过那人乃是京城第一纨绔，一辈子吃喝玩乐游刃有余，何曾有过这样茫然无措的样子？不知敢问您是哪朝哪代的名家？是如今哪一科的状元郎啊？还墨宝？这，我温善人，积德行善的机会到了。也是，美人有难，出手相助也是应该的。周兄，我想
还是把这积德行善的机会让给你吧。在下这辈子积德已经积得够多了，实在没有必要抢了老兄你的机会。方才在街上，一个俊俏男子脚下被绊了一下，在下伸手扶住，他还对我笑了笑。然后，你的钱袋就不见了。亲本家人，奈何做贼呢？你今天要是不给钱，咱们就去关。行。哎呦，谁呀？那位公子的账，算我的。银子。好的，谢谢爷啊，爷积善积德，必好报，必好报。就他算我的，这一顿算你的，回头记着，欠我3两银子。在下以身相许，如何？对不住，在下胃口还没那么好。在下曹卫宁，多谢二位仗义相助，请受在下一礼。不敢，曹公子客客气。曹公子请坐，在下周旭，这位温客行。周兄、温兄，曹某这便不客气了。初入江湖，不巧和师叔分开了，便遭了贼，多亏了二位。哦，不知曹兄师从何派？在下乃是清风剑派掌门莫怀阳的弟子。早年听闻莫前辈收了关门弟子，原来就是曹公子，失敬。不敢，我此次与师叔乃是去洞庭大会的，谁料前几日经过赵家庄的时候，听闻那边出事了。他老人家早年和赵大侠交情不错，便要过去看看，叫我先去洞庭和高崇高大侠告声迟来之罪。洞庭大会？正是。不知周兄可曾听过那江南张家灭门一事？那张家有一位小公子幸存，眼下也在赵家庄。他说凶手乃是青竹岭的恶鬼众们。不光如此，听说前些日子泰山掌门也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房中，门下3大高手一夜之间全部罹难，死状和张家人极像。洞庭大会便是高崇大侠拿出山河令，要集天下英雄之力铲除鬼谷。真有此事啊？千真万确。我和师叔便是奉我师父之命下山参加洞庭大会的。周兄，你不是说要积德行善吗？不如跟这位小兄弟走上一遭吧。惩恶扬善之事，大德也。好一个惩恶扬善之事，大德也！温兄说得好啊！我瞧二位仗义直爽的很，这傻小子，小弟也很是投缘。清风剑派的掌门莫怀阳，便跟小弟同往洞庭如何？是个彻头彻尾的老狐狸。那可真是求之不得。怎么狐狸窝里会养出个大兔子来？那周兄，别看阿旭嘴上不说，心里定是100个乐意的。二位感情真是好啊！多谢曹公子。实不相瞒，温某此生是打定主意非周旭不娶的。怕是要辜负温兄厚爱。在下命薄，罹患绝症，满打满算也没几年好活了。这棵歪脖子树眼看着摇摇欲坠，恐怕吊不死温兄的尊敬，还请换一棵吧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呢？你若不在了，我便孤独终老去。尊驾这般天纵奇才，必然高处不胜寒。孤独终老，乃天命许之。在下小小一个凡人，何德何能篡改天命呢？哪里，阿旭，你自谦如此，实在是太客气了。不敢。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客气。难道是因为周兄身上抱恙，才使得二位有情人不得终成眷属？曹兄不必多心，我与这位温兄是怎么也成不了眷属的。怨偶倒是有可能。周兄这般人品，不该受此苦楚啊！多谢曹兄，我一点都不觉得。若周兄不嫌弃，等洞庭一会咱们解决了邪魔歪道以后，可以和我回去一趟。师傅他老人家定会有办法的。我这就给师叔刘记号传信去。二位若先动身，可在前面的来福客栈等我，我去就回。古道热肠，真乃我辈中人。我们也走吧。阿旭怎么如此看我？
是不是方才在下一番肺腑之言，感动了你的铁石心肠，打算以身相许了？恕我愚钝，还真觉得温兄去洞庭的动机扑朔迷离。救人危急，仗义疏财，这些都是小善。你可知大善是什么？哼！地狱一日不空，我一日不成佛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你说呢？这是人间，人间就不该有魑魅魍魉的东西。那位德高望重的高崇高大侠，也是为民除害。我等若不出手相助，岂非枉读那许多年的圣贤书？听说千万年修行方可来人世一遭，若不做出些事业来，岂非对不起这为人的几十年？阿旭，你说是吗？这话听起来，就好像温兄是个正人君子一样。这世上有3种人：爱吃肉的、可有可无的，和不爱吃肉的。此皆是生而如此。可有时候，爱吃肉的人偏偏生在穷人家，不爱吃肉的人偏偏要在山珍海味中长大，岂不是很可笑吗？温兄说的什么哑谜，我是不明白的。不过，倒也听说过一个道理。什么？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我发现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对我胃口的人了。阿旭，其实易容之术我也是多少懂些的。是吗？所以我也勉强可以把自己变成阿香那副模样。有这样一个背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不是美人呢？我这双眼在世将近30年，可未曾看漏过一个呢。那橘子树又没长腿，怎么知道自己是要变成橘，还是要变成枳呢？再说，无论是爱吃肉还是不爱吃肉的人，若是有一天不小心掉进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整天茹毛饮血过活，可不也很痛苦吗？客官里边请。哎，您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店的？住店，我先找个朋友。哦，好嘞好嘞，您请便。哎，周兄，温兄，周兄和温兄是闹别扭了吗？曹兄多心。其实，这事我也不知怎么说。说实话，以前也听说过，不过长这么大还是第一回遇到男子。温兄千万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虽然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可2位都是侠义之人，虽然还是有点奇怪。这傻小子。不过，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咱们行得正，站得直。这桂花酿味道不错，曹兄不妨品一品。那2位晚上住店，你们是要1间房，还是2间房？
你今晚若是肯和我一个房间，我就给你易容成阿香的样子。承蒙厚爱，在下宁可去睡马房。不解风情。死人了！什么？周善人，桂花酿的味道真是不错。温可行，你娘的！程灵，别怕，有你高伯伯和赵伯伯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灭火！要小心啊，小子。这人间困境几何，得超脱有几个？如敢以生死来舍，孑然是天涯客。谁辞别庙堂最深河，暮的天光上春色。欲作斜云河，偏又生纠葛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群归我。黑白作风雅起一舞，妙手舍举待谁容？流河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要归宿。知道人心叵测，甘苦自取自舍。欲知己明眸彻彻，如炬灯过原则。谁以归心事，恨深河，红袍退身谁识得？一眼经万年，情痴终不舍。废墟身偏走黄泉路，看尽英雄沉淀群归我。黑白作风雅起一舞，两手舍举待谁容？流河渺渺，总是无觅处。携酒来，拔剑去，自由归宿。天欲晚风雪洗罢书，何心借着温存不孤独？问余生怎舍好眉目，三秋如梦夜远风。流河渺渺，自由自在处。竹林上望尘风寻光。